这期视频聊一聊古典文明的落幕，以及文明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想象一幅巨大的时间长卷，画卷中央是长江两岸与恒河的城池，希腊的大理石神庙，罗马的石道，画卷边缘却是风吹草低、马蹄声如雷的草原。古典文明的故事就是这幅画卷被一点点撕裂，又被重新缝合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古典文明为什么会走到尽头，以及为什么偏偏只有西方走出了另一条路。很多人一提起文明的灭亡，脑子里立刻浮现铁骑南下，城池被焚，人口四散。但实际上蛮族只是最后一脚，把本来就站不稳的巨人踹倒了。真正的致命伤是技术太久没有实质进步，生产力再也拖不起庞大的帝国和寄生在上面的统治机器。如果把人类技术画成一条曲线，你会发现一个很违和的现象。在文明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搞出了很多突破性的东西，比如轮子、帆船、犁、冶金、历法、驯养家畜、计数系统、天文观测。反而是在有文字、有帝国、有哲学家之后的长久岁月里，真正能改变生产方式的大突破反而极其稀少。几千年里，真正能跟早期那些发明相提并论的大致也就三样：铁器、文字系统、金属货币。而讽刺的是，这些东西还不是在两河流域、埃及这类文明正统中心发明的，而是在边缘地区，比如高加索山路、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邦里出现的。其余的进步多半是把旧技术改进和系统化，这些改良理论上是能大幅提高效率的，但现实中常常被统治者、贵族和传统观念活生生压制下去了。我们可以列举一些荒唐得发笑的例子，比如碗具问题。早期的套具是给牛用的，有一天人们想着马跑得更快，那就拿同样的碗具套马吧，结果马被勒得喘不过气来，拉重物时至少浪费了2/3的力量。直到中世纪才有人发明适合马肩的碗具，在那之前马只能拉轻货，重活还是要靠人拖，靠奴隶推。再比如水磨的命运，公元前1世纪，小亚细亚和中国已经出现了水磨，如果广泛使用，它可以解放大量的体力，尤其是妇女和奴隶。可是在罗马世界，大面积普及要等到几个世纪后才零零星星出现。在那之前，帝国里数不清的手推磨、畜力磨还在咯吱咯吱地转，唯一能持续推动技术更新的一股力量反而是战争。工程器械、巨弩、希腊火之类的武器层出不穷，但他们解决的不是人怎样活得更好，而是如何更高效地毁灭对方。在技术没明显起飞的前提下，帝国要想变得更富裕，有两条路：继续开荒，把荒地变成农田，或者继续征服，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问题是，地终究是有限的，肥沃的地更有限。军事和官僚机构却像滚雪球一样越养越庞大，最终必然出现一个拐点，军事和官僚机构再往大了滚，回报反而递减。于是一个熟悉的恶性循环开始了，官僚、军队、宫廷、工程消耗巨大，导致国库吃紧，于是提高赋税，结果导致农民破产，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农民都破产了，导致纳税人口减少，税源枯竭，于是贫困、灾荒、叛乱、各地起义接踵而至，甚至边防也开始松动，最终蛮族进来补上最后一刀，王朝直接崩溃。汉帝国如此，罗马帝国亦如此，区别只是剧情细节不同，底层逻辑几乎完全一样。为什么这些文明明明很聪明，却就是不往前跨那一步，总是在这套剧情里重复演绎？这里面十分关键的问题在于奴隶制和轻视劳动。想象一下，一个富人要搬石头，方案 A， 雇工匠设计机器，反复试验，投入时间成本。方案 B，把一批奴隶赶过去，让他们扛。在古典文明里，方案 B 往往更便宜、更简单、更符合统治者的习惯。于是，很多发明从来不是为了节省劳动力，而是用在宗教仪式、宫殿娱乐、戏法表演上。比如，亚历山大城的工程师希罗知道蒸汽能产生动力，他做了一个玩具一样的装置，可以用热气推动圆球转动，还设计了能自动打开神庙大门的机关。罗马拒绝使用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的起重机械，理由居然是
别抢走这些穷人和奴隶的工作，让他们还有活干，有口饭吃。看似怜悯，本质是宁愿让上万人用血肉去建造金字塔、庙宇和宫殿，也不愿把脑子真正用在提高效率上。更深层的是观念，在这些文明中，真正体面的人是不碰工具、不干重活的，手变粗，指甲变短，几乎等于社会地位下降。古代中国贵族续长指甲，就是为了向所有人展示，看，我从来不用干体力活，我的手只用来拿笔、弹琴、握拳。在罗马，在希腊，在中国，哲学家和工匠之间有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墙。哲学家思考灵魂、理性、宇宙秩序，瞧不起工具和工匠的技艺。工匠日夜与材料、火候、结构打交道，有大量经验，却缺乏系统的理论整理。如果这两群人能结合，让严密的理性和丰富的实践碰撞，那就是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种子。但在古典文明中，这个结合几乎从未发生，因为在精英眼里，思考是高贵的，动手是低贱的。结果就是，古典文明可以建出令人惊叹的宫殿、雕像、道路、庙宇，却始终没能迈过那道门，真正从手工文明迈向机器文明。由于技术停滞，帝国走入循环，草原上的部落终于来了。3世纪到6世纪，一股又一股骑马的说着陌生语言的游牧部族，沿着欧亚草原的长廊，从今天北京附近一路向西，直抵匈牙利平原。每一次东亚草原上的动荡，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一连串的游牧部落向西推，最后的冲击波则砸在多瑙河、莱茵河岸边，也就是罗马的心脏。有意思的是，同样面对蛮族，世界各地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中国北方、印度北方被打得非常惨，却没有被改造成另一个民族。汉族，印度本土人口数量惊人的庞大，加上成熟的文化体系，反而把入侵者同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中国南方、印度南方，因为地理原因，甚至都没怎么被波及。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由于财政雄厚、外交老练、海军十分强大，靠着城墙、舰队、金钱和一波波精心设计的谈判，硬是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蛮族。他们被打得很疼，却始终没有彻底垮掉。可是西罗马帝国与西欧就是另外一副惨象了。这里既被匈奴的铁骑踩翻过，又被一批又一批日耳曼部落瓜分，接着还有穆斯林、马扎尔人、维京人从南、东、北同时扑来。结果西欧是唯一一个被打得粉碎，再也拼不回原样的地方。这也是后面所谓西方的巨大例外。我们一会到后面会说到这个巨大例外。那么西欧的落败，同时也是它的机会。如果你把时间放在公元3到10世纪，东西方对比，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中国更富、更稳，人口更多，技术基础不差，官僚体系高效，文字统一；而西欧贫穷、分裂，帝国崩塌，蛮族横行，没有统一的文字系统，也没有类似科举那样的官僚选拔机制。按常识，你会以为未来会继续是中国、印度、伊朗、拜占庭这样的地区来为世界定调，但历史从不按常理出牌。历史偏偏从一个看上去最乱、最破碎、最穷的地方，拐出了一条新的路。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原因。第一点，西欧一开始就不如东亚好命。东亚有季风，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水充足，一年一熟甚至2熟。欧洲的降雨很多集中在冬季，对农作物帮助有限，再加上稻米单位面积产量很高，提供的热量大约是小麦的数倍，这让中国这样的地区可以养活更密集的人口，也更容易支撑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系统。换句话说，中国有条件长期维持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帝国机器，西欧则从底子上就比不过中国。这听起来像是优势，可也潜藏了劣势。由于家底十分丰厚，帝国能活很久，就更不愿改变，旧制度能反复修修补补的续命，就更难承认这套规则早该推倒重来。第二点，中国有超级粘合剂，文字加科举，对比也很鲜明。中国有一个跨方言、跨地域的统一文字系统，让几乎所有受教育者共享一套文化、典籍、思维方式，又有科举，把读书人吸纳进官僚体系，
把维护秩序的人与掌握文化的人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顽强的文明骨架。这套系统有很多好处，统一、稳定、秩序感强，行政效率高，但副作用也很明显，正统观念极易固化，社会变革难度直接拉满。西欧恰恰没有这样的粘合剂，帝国一破碎，语言分化，权力碎片化，文化上则多中心并存。从短期看是灾难，从长期看却给了实验、竞争和多种制度并存的空间。第三点，西欧敌人太多，压力太大，而且持久，逼出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更残酷的一点是，西欧挨打的时间更长，敌人更强。北边有日耳曼部落，东边有斯拉夫人、马扎尔人，以后还有蒙古人，南边有穆斯林世界，内部还有维京人沿海劫掠。相当于西欧在数百年里一直挂在欧亚大陆大动荡的最下游，被无情的蹂躏，所有向西传导的冲击波最后都砸在他头上。而中国或许会分裂破碎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会重新统一，恢复帝国模式。印度也同样，在印度北方经历动乱之后，快速地回到了种姓体系和王朝轮替的轨道。拜占庭和波斯则在长期对抗中保持了结构的大致延续，可唯独西欧被彻底打得粉碎，彻底打断了延续古典帝国的可能性。所以最终的结论反而有点冷酷又冷静。古典文明的通病是技术停滞，结构僵硬，依赖压榨而非创造。蛮族部落入侵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同的是，在中国、印度、拜占庭、波斯，大厦被推倒了，又重建，只是换了一批施工队。在西欧，大厦塌得太彻底，太粉碎，连旧的建造图纸都找不到，于是只能重新画一张。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的巨大例外。在其他地区，从古典文明步入中世纪文明，大多是同一棵树继续长出不同的分叉。在西欧，则更像是老树被连根拔起，彻底换了一块地，埋下一棵新的树种，重新生长。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不破不立。而这颗种子，就是后来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缓慢孕育出来的那套东西。新的农业技术，比如种梨、三浦制、改良碗具；新的城市与行会，新的商业网络；新的思想传统，比如从修道院、经院哲学到日后对理性和经验的新理解。当这些东西一步步发展，再叠加大航海、印刷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西方终于做到了古典文明几千年没有做到的事，真正把哲学思维和工匠技艺结合起来，让技术进步变成一种持续的、制度化的趋势。古典文明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渐渐落下帷幕，那漫长的古典时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从史前时期过渡到古典文明时期，从新石器时代的小村社升级成庞大的帝国系统。文明的到来是福还是祸呢？文明的到来使得人类从差不多人人平等但效率低的世界，走向了极度不平等但效率高的世界。我想它既是诅咒也是台阶。几乎每个文明里都有一批人厚古薄今。印度史诗里怀念的是没有种姓制度的年代，人人自在生活。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讲黄金时代，人类曾经活得单纯美好，后来一路从黄金掉到白银、青铜，越过越糟。中国的诸子们同样有着这种怀念。实际上呢，这也不是单纯的幻想，还有一点现实基础的。在文明出现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小村社确实更接近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土地、森林、水源大家都有权用，没有人占有大块土地，没大地主，没国家税吏，村子小，大家的地位、生活方式差不多。这种状态显然与文明到来后的社会截然不同。一旦进入文明社会，游戏规则直接变了，原来的部落成员变成农民，土地不再是谁都能用，而是王室、贵族、寺庙、放贷者轮番瓜分。农民要交的东西包括地租、赋税、宗教供奉、利息。结果，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真正留在自己手里的劳动成果往往只有一半都不到，只够勉强活着。历史学家的估计很扎心，各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只占人口 1% 到 2%， 却拿走了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于是就有了你熟悉的画面。中国历史各个朝代充斥着农民起义，沙皇俄国在1801年到1861年间爆发了近1500次起义，最后才逼出解放农奴。
文明带来的第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关系从大家差不多变成极少数人压在绝大多数人头上。新石器时代的小村社有首领有长者，但约束有限，社会生活更多靠习俗、面子、人情在运转。文明之后，权力升级成一整套机器，皇帝加官僚体系，中央有宫廷、大臣，地方有总督、县官、法官、书吏、税吏、会计，这是一个常驻机构，不会因为某个首领死去就自然解散。宗教系统专业化，原来是兼职萨满、巫师做仪式，现在变成全职的祭司、神职人员。他们掌握接近神的知识，负责解释天意。神权与王权捆绑，法老不只是国王，还是活着的神。统治者的命令就是神的意志。这套组合有一个恐怖的效果，反抗秩序不仅得罪国王，还得罪神。这就相当于今生与来世的惩罚一起打包送给你。从控制人的角度，这几乎是历史上最强的统治手段。新石器时代的小村社里，知识、神话、习俗、故事基本是共享的，大家一起讲故事，一起参加祭祀，没有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分裂。文明一来，画风完全变了。写在书里的，在城里的所谓高雅文化，属于书吏、祭司、哲学家、文人、艺术家、商人、官员。这些文化有文字，有经典，有学校教授，在城市的宫殿、庙宇、学宫里流传，和各种圣书绑定，比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西方的旧约、新约等。做学问要背这些，想出人头地必须熟悉这些。这些圣书同时也是维护秩序的意识形态武器。地狱的概念就成了一个永恒的精神集中营，用来吓阻那些想挑战权威的人。而那些口口相传的在土地上的所谓低俗文化，属于不识字的农民、牧人、小手工业者，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歌谣、俗语流传，核心是非常务实的生活智慧，怎么种地，怎么选种，怎么照看牲口，什么天气容易欠收，如何互相帮工。农民的价值观很简单，勤劳是美德。最看不起的是那种身体虚弱、没体力又不干活的城里人。人生理想非常朴素，一块地、几头牲口、一套工具，就有独立和安全感。但同时，乡村生活又有互助的一面，盖房、收获、婚丧嫁娶，大家都要出力。好邻居是很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城乡之间的互相看不顺眼，两边的心理状态非常微妙。农民觉得我们才是老实人，靠劳动吃饭，道德上比你们城里人干净得多。但现实是，地主、税吏、教会、官员、士兵都从城市来，是来收租、征税、罚款、抓壮丁的。上层精英则把剥削包装成你们穷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不够勤勉、不够有德。农民在几千年的压迫中被迫学会忍耐、顺从，甚至慢慢把这种你们本来就低我一等的污名压在自己心里。所以文明的诞生对平等这件事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和巨大的倒退。那我们费尽力气迎来文明到底值不值？文明的确让大多数人更辛苦、更被剥削，但也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打个比方来说，它很像早期的工业革命，一开始是童工、血汗工厂、贫民窟、矿难，但长期看，它大幅提高了生产力，最终才有可能谈现在的全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文明也是一样，对普通人，新石器时代的普通人，生活可能更悠闲、更自在，但生产率低，对自然几乎没有控制能力。一遇到灾荒、瘟疫，几乎只能听天由命。对人类整体，文明带来了专业化的统治和压榨，但也倒逼人类学会大规模组织人口、修水利、筑堤坝、管理粮食储备。城市和富裕阶层给了科学家、艺术家舞台，帕台农神庙、泰姬陵、长城、巴黎圣母院，这些都不是部落时代能建出来的。最关键的，文字系统与累积知识，一旦出现了书写，人类的知识就可以存档、复制、迭代。数学、天文学、医学得以扎根和发展，知识可以在几代人、几百年、几千年里接力，而不是每一代从头摸索。正是这几千年文明中的缓慢积累，最终铺垫出后来真正的科学革命、
工业革命，让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在近代首次有了明显改善的可能。所以，文明是福还是祸？我想说，文明既是诅咒，也是福音。诅咒在于不平等、压迫、农民与工人的苦难；福音在于它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工具，让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摆脱瘟疫、饥荒、极端贫困这类命运。中世纪黑死病要了欧洲人口近半数的人命，没人能阻止，因为没有医学知识，没有防疫体系。19世纪的爱尔兰饥荒、印度饥荒，数百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因为缺乏对农业系统、运输系统、公共救济机制的认识和能力。而今天，饥饿、疾病依然存在，但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能力上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是政治意志和制度选择不到位。所以它最后落在一句非常现代的话上：未来文明是福是祸，不再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知识，而取决于我们会把知识用来建设，还是用来毁灭。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